为把你冤，快快坐下听我报菜单。这里有大炒斑鸠宴还有那生炖鹌鹑干，拿手的油炸玉兰片，喷香的火烧蘑菇鲜，独特的金鸡肚里蘸，可口的银鸭过雪莲，特色的二龙戏珠宝，馋人的百鸟朝凤冠，色香味美食少见，有甜有咸，有辣有酸，报把菜单说就单，名贵好酒样样全，杏花叶桃花鲜，竹叶青茅台老白干，状元红百花全，玉叶琼浆配成坛，造酒用得瑶池水，这斗牛宫里蒸3年，太上老君点个火，这南极仙翁用扇扇，闻着香，这喝着甜，想着叫人心里馋。要问这酒劲儿有多大，看一眼就能醉3天，何不用它解疲倦？错过机会你多可怜。这堂官啊，他是真能忽悠啊，愣把太上老君和南极仙翁都给忽悠酒厂造酒去了。他再怎么忽悠，慧能兜里没钱也不能在这吃啊！对不起，小哥，我没那么多钱，我要告辞了。什么？没钱？没钱你进来啊？穷鬼！呸！山炮！你看他这人多不说理呀！刚才他硬给人拉进来的，现在反倒称人家进来了。你说这个人呐，那翻脸的速度比那翻书还快，那脸比那6月天气变化的都快。过去的人也都讲究文明经商，礼貌待客，像他这么对待客人的可真不多。先是生拉硬扯，千方百计让人吃饭，套人家钱，这套不来就翻脸，这种人太可气了。他是遇着慧能了，要是遇着我非扇他2嘴巴。可慧能啊，他可没有我气性大，他是悟道之人，对堂官的辱骂根本就没有在意。他初得客栈，独步街头，想找个低等的客栈吃住，可是找了几家，不是客满就是费用超过他的承受能力。慧能一想，看来今天只有露宿街头了，先找个小饮食摊去吃点咸菜、稀粥、窝头吧。慧能想到这儿，顺着大街就往前走，就见街上人们神色慌张地议论着什么和尚的棋局，有的说那棋局啊太古怪了，有的说那棋局不是2个人对弈出来的，那是1个人摆出来故意难人的。慧能一听，好生纳闷，他极目远望，见正前方大街旁边立着一个高台，高台上坐着1个人，周围围着许多的男女老少。慧能紧走几步，来到近前一看，这高台上坐着这个人是个和尚，年过古稀，红光满面，慈眉善目，气质不俗。那老和尚的面前摆着个大棋盘，盘中放着许多黑白棋子。就听那老僧苍劲的声音说道：“诸位，世上交友之道不胜枚举，
有以色悦人、哗众取宠者，有以财诱人、利令智昏者，也有以势夺人、结党营私者，还有以文会友、以友服人者。而贫僧却要以其会友，广结善缘，深判当世之中的知心之事，予以破解。慧能一听，甚觉得新鲜呐。他虽然家境贫寒，没念过书，但他跟母亲学过下棋呀。为了帮母亲解闷，他砍柴授薪的闲暇之余，经常陪母亲下棋。虽然算不上此道的高手，可他好思善悟，常常能走出令李氏意想不到的妙招来。今天他一看着老僧要以其会友，急忙分开人群，走到切近。就听老僧说道：“诸位，这个解脱棋局乃先师所制，意在考察世人的悟性。多少年来，贫僧苦加钻研，未能参解得透。但贫僧勤学佛法，略通禅理，自知禅宗要旨在于顿悟。穷年累月的苦功，未必能及具有宿根慧心之人的一见即悟。其道也是一般，才气横溢的8、9岁小儿，棋评上往往能胜一流高手。虽然贫僧参研不透，但天下才是甚众，未必都破解不得，所以贫僧才身负棋局，云游至此。贫僧思想，这齐州人烟稠密，人杰地灵，又有黄梅东山禅寺这样的著名宝刹，佛门常会龙门客，禅林十级翰林人。这里既有黄梅东山寺这样的正传道场，就必然吸引天下那些才智之士前来。因此贫僧不辞劳苦，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千里迢迢至此，想寻觅才智之士前来破解。可时过数日，仍然无人解得开。在这众多的解棋人当中，有的因爱心太重，说什么也不肯弃子，也有的因执着权势，勇于弃子而落败，更有的因心存怨恨，以致全神贯注之时，心神荡漾，难以自制。贫僧为了不负先师所托，只好继续寻人破解。谁要是能把此棋给破解得了，完了先师的遗愿，先师虽已不在人世，泉下有知，必定大感欣慰。不知哪位才智之士予以破解，贫僧这里先行谢过。老僧话音刚落，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师，小可不才，愿斗胆一试。”话说慧能在齐州城的大街上，建议老僧坐在高台上，手指面前的一盘棋，邀人破解。老僧邀请之言刚说完，就见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男子，白带素袍，气质不俗。此人乃是韶州村儒士，叫刘志略。他自幼饱读诗书，知识渊博，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尤其对围棋一道很有研究。他喜欢交游，善于经商，家资豪富，为人慷慨重义。这次他带着一个家人来到湖北地界经商，刚刚到了黄州城，就听有人议论老僧在齐州以其会友之事。他不顾休息，带着家人立刻赶到这齐州。他来的时间也不长，只比慧能早1个时辰。他带着家人在兴隆客栈包下一套客房，安排好住处之后，立即赶来想入局一试。可是
当他来到之时，这老僧的对面已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在聚精会神地跟老僧对弈。过不多时，就见那中年男子大叫一声，摇摇晃晃而退。大家一看，猜想他可能是因为解棋吃力，这错综复杂的棋局竟使他伤精损神过甚而至。那些棋道平平的庸手一看，谁也不敢再入局来试了。老僧刚才一番话，激发刘志略的兴趣和好奇心，他这才大喊一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冲着老僧深施一礼，然后坐在老僧对面的棋盘前。刘志略精研围棋多年，实是此道的高手啊。他注目一看这局棋，节中有节，花无聚六，复杂无比。刘志略眼望棋局，暗思考，称赞这布棋之人智慧高，但只见花无拘留，多玄妙，真个是节中有节，层层包。刘志略取出白子往下撩，那老僧这忙用黑棋来对招。刘志略开始招数甚精妙，那老僧一见喜上眉梢，暗暗称羡，心中叫好，这如是棋艺真不孬。但愿他能破解得了，让贫僧不再把心操。这老僧对志略希望不小，哪料想着数招之后局面糟。刘志略如痴如狂，神魂颠倒，手举棋子热汗抛。老僧一见说不好，苦无良策心发焦。刘志略开始所下的10来招极尽精妙，那老僧一看面现喜色，对他寄以极大的期望。可是再过10来招之后，你再一看刘志略呀，如痴如狂，手拿棋子发颤，始终点不下去。过了半天，他才说道：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八方缠缚，无路解脱，这便如何是好？那老僧一看刘志略心神一触，如痴如癫，猜想他是解棋吃力，这错综复杂的棋局使他伤精损神过甚而至。要是再这样下去，他必然心神受损，这可怎么办？老僧竟着急之际，突然啪，一枚白色的棋子落入棋盘之上。老僧一惊，抬头一看，见刘志略的身后站着一个衣着破旧、身材瘦挑的青年，知道这枚棋子就是他下的。这老僧仔细一看这枚棋子，不觉一惊：胡闹！你真是胡闹！你怎么自己杀死自己的一块白棋呢？大师息怒，再下这招，叫破除了我执，便怀柔一切，没有大死，岂能大生？老和尚一听，吃了一惊啊！他不由仔仔细细把这青年打量一遍，见这青年虽然衣着破旧，却有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又听他刚才所说乃悟道之语，老僧心想：莫非此人能破解得了？这下棋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慧能啊！他已经在刘志略的身后站了多时了。他一见刘志略被这复杂的棋局祸乱心智，急忙走上前，从棋盒中取出一枚白子，啪，放到了被黑棋围得密不通风的大块白棋之中。
这大块白旗本来还有一线希望，虽然黑旗随时可将之吃尽，但只要对方一时无暇去吃，他就还有一片生机呀，苦苦挣扎，全凭如此。可现在呢，他自己把自己的大块白旗给杀了。旗道之中从来没有这等自杀的行径。这大块白旗一死，那白方眼看就全军覆没了。围观的人们一看，哗，哄堂大笑。能不笑吗？在他们看来，那这种下棋的法子就是不会下棋，异想天开呀。这时候刘志略也被慧能这招分了心神，他既感激慧能的相救之恩，又替慧能的古怪招法担心呐。这老僧把慧能自己急死的大块白旗从棋盘中取了出来，跟着下了一枚黑子儿。刘志略暗替慧能捏把汗，朋友，你自己杀死了一大块白旗，要是黑旗再逼紧几步，你如何应法？慧能一笑，舍尽该舍的一切，荡荡然如虚空，又有哪一物不在我中？果然数招过后啊，这局面竟起了大大的变化。刘志略这才看清楚，这个解脱棋局的秘奥，正是要白棋自己先急死自己的一大块。棋道之中从来没有这种自杀的行径。要知道，任何人所想的都是如何脱困求生，从来没有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啊。这是围棋中千古未有之奇变。要不是慧能想出这大死大生、破直怀柔的方法来，那这局棋恐怕再过多少年也难以有人解得开呀。这时候棋盘中取出大块白棋之后，再一下，天地一宽，既不会顾念着大块白棋的死活，又不会有白棋自己越来越收缩枯萎、互相牵制的局面了，反而省出至关紧要的二子与整体沟通了，呈现出遥相呼应、春和景明之气象。刘志略一看，这慧能啊，妙招纷呈，接连吃了2小块黑子儿，忍不住为慧能是鼓掌喝彩。片刻之间，慧能大获全胜。这局棋本来纠缠于得失胜败之中，以致无可破解。可慧能既不着意于生死，又不着意于胜败，反而看破了生死，得到了解脱。那老僧一看，是又惊又喜。又喜又惊，禁不住阿弥陀佛口中称。施主你真恩师，宿根回心，知解棋局之在，撇了可攻。先是设下棋局20年整，贫僧我苦思多年没弄清，施主你人中英杰，妙中金锋，真乃无心棋高，与众不同。请问施主你高明尊姓？
腹中。这老僧啊，请教慧能的名姓，说日后登门相谢。慧能一看，急忙冲着老僧双手合十：“大师过奖了，晚辈卢慧能乃岭南一介樵夫山民，无德无识，岂敢劳大师登门相谢？”卢慧能，你可是岭南新州南朗村人士，正是，大师怎会知道？阿弥陀佛，卢施主，贫僧与你乃是不相识的故人，你怎会在这里呀？大师，在下1月前离家，想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老和尚一听，激动得浑身发抖，眼圈发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卢施主，贫僧今日与你巧遇，先师心愿已了，贫僧也心无遗憾。卢施主，你赶快做你的大事去吧，贫僧告辞，咱们后会有期。老和尚说完，丢下棋盘棋子，走下高台，袍袖一挥，扬长而去。慧能一听老僧说跟自己是不相识的故人，觉得纳闷，刚想喊他相问，可是老和尚步履轻捷，早已没影了。围观的人们既对老僧的行迹觉得可疑，又对慧能的古怪奇招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尤其是刘志略，既感激慧能相救之恩，又佩服慧能的悟性，冲着慧能一抱拳：“朋友，在下有感于你的相救之恩，又佩服你的才智，所以在下有个非分之想，想与你结为弟兄，以为永世之好，不知朋友意下如何？”多谢仁兄美意，可在下乃一介樵夫山民，无知无识，怎敢高攀？朋友，这世上的相知有几种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负心相照者谓之知心，生气相求者谓之知音。你我乃恩德相结，何来贫富贵贱之论？哪有高攀之说？莫非你嫌我资质愚笨，不肯跟我相结？仁兄说哪里话来？在下不过是一介山民，既蒙仁兄错爱，敢不从命？刘志略一听非常高兴，当即命家人买来高香3柱，拉着慧能就在老和尚摆放的棋盘前双双跪拜，结为异姓金兰。众人一看这2位既不是以文才，又不是以武功，却是凭那无中生有的一局怪棋结交为兄弟，而且还当众结拜着棋盘前。你再看他2人，一个风度翩翩，一个土里土气，真是平生之海域。2人一续年庚，刘志略30，比慧能大6岁，自当为兄，慧能拜过兄长。刘志略高兴让家人刘胜头前带路，他拉着慧能就奔了兴隆客栈。这慧能运气多好今天他要不遇着刘志略，那今天晚上他就露宿街头了。可是遇着刘志略，他今天晚上得住一把星级宾馆呢。刘志略把慧能领到兴隆客栈，2个人互述家中情形和此次出游的目的。刘志略得知慧能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猜想他必然不喜酒肉，就要了一桌素席。2个人是边吃边谈，谈的这个投机呀。人与人之间这缘分是非常的奇妙，
有的人你跟他交往一生，也如同过眼云烟，没啥印象。可有的人呢，你只见了他一面，就刻上了深深的烙印，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生都不忘。刘志略与慧能虽然是刚刚相识结拜，却胜过多年的同胞兄弟，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唠的这个投机呀，要不差慧能明天还要去黄梅东山，还得赶路，那刘志略能跟慧能唠上一宿去。两个人唠到3更才安歇。次日一早，刘志略的家人刘胜过来服侍慧能洗漱。这刘胜特别会来事儿，对慧能是二爷长二爷短，叫这个亲特别的恭敬。你想人主人都对慧能那么恭敬，他一个仆人能不看脸色行事吗？这过分的热情把个慧能叫得好不自然。用过了早饭，慧能便告辞刘志略，出得客栈，踏上去黄梅的山路。他要去黄梅东山拜见五祖。话说慧能与刘志略一结金兰，在齐州城兴隆客栈与刘志略一同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用过早饭，便向刘志略告辞：兄长，小弟这就动身去黄梅东山拜见五祖，望兄长保重。贤弟，你有大事在身，愚兄不便相留，但愚兄要送你一程，也好和你多聚一时。不劳兄长相送，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偶然的相聚，必然的别离，这是缘分。只求兄长归家后到寒舍相告家母，就说慧能已平安到达东山，以免他老人家挂念。贤弟放心，愚兄立即着手料理一应事务，单等琐事一了，愚兄马上返回岭南，把伯母接到家中，好好孝敬。那倒不必，家母生活还能自理，兄长也上有老下有小，岂可再为家母劳神？哎，贤弟，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怎么跟愚兄说起这见外的话呢？你我既已结拜为弟兄，弟之母就是兄之母，愚兄理当孝敬。慧能一听，感激涕零，重召志略，连连鞠躬。刘志略取出文银10两整，非让慧能带在身中。慧能推辞不肯受用，志略百般不答应。贤弟不要太任性，愚兄有话你要听。金钱本是是人命，无钱怎能去谋生？出门在外，处处要把钱用，身上没钱就寸步难行。贤弟，出门事事难，方便要用钱，钱是世人命，无钱路难行。你身在旅途之中，没有钱怎么能行呢？你要是不收，就是见外了。慧能实在推辞不过，只收下了5两。刘志略拉着慧能难舍难离。贤弟，
你志心向道，乃丈夫之举，余兄一定全力支持，定把伯母接到家中，好好孝敬，让他老人家安享晚年，也使贤弟心无牵挂，一心修道，早日成就你的大愿。兄长大恩大德，小弟永生难忘，小弟一定勇猛精进，以为兄长隆恩厚望。兄长保重，小弟这就告辞了。贤弟，你我弟兄这一分手，不知何日再得相见，余兄真是舍不得与你分手啊。兄长，人世间有相聚的快乐，就有别离的痛苦，这是缘分，望兄长不必挂怀，保重身体，他日自有相见之时。慧能说完，转身出的客栈。刘志略含泪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慧能的身影隐没坡头，他才含泪收步。刘志略是卢慧能在俗世上唯一的一个负心相照的好朋友，义重情深的好兄弟，也是慧能成为曹溪大师的善缘之一。慧能辞别刘志略，寻路问津，取道直奔黄梅东山禅寺。这东山寺啊，是当时禅宗心法唯一的正传道场，是因为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弘法而修建的。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它与念佛法门的净土宗堪称中国佛教的两大支柱。它对中国文化乃至哲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直到当今日盛不息。我们都知道唐诗宋词写得好，唐朝的诗有许多是受到禅学的影响，才充分显示那种忘我而意态悠闲的情境。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不论写诗还是咏诗，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一种超现实的境界，不受外界的束缚而写出来的诗，才能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彼。禅师们的语录转载也都近乎诗的格调，往往集有限表无限、具体表抽象、特殊表普通的表达方式，以进入海阔天空任遨游的禅境中去。禅宗的产生也是有它的历史因缘。所谓法不孤起，丈径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昔日释迦牟尼佛应邀在灵山会上说法，可他却没说一言，只是手里拈着花微笑。他这叫拈花示众，想以无说而说的无言之道，让前来听法的人们从中体会他的无言妙道。可大众对世尊这一举动都茫然不解。当时只有摩诃迦摄尊者破颜含笑，彻底领悟佛陀拈花的微妙法门，默契了佛的心宗。这叫世尊拈花，迦摄微笑，本地风光彻底显露。释迦牟尼佛见迦摄已经体悟到自己所要表达的要旨，堪当大任，就把正法眼藏传给了摩诃迦摄尊者。什么是正法眼藏？正法眼藏又叫做清净法眼，就是佛知佛见，也就是佛法的世界观。尊者就是道德学问都被大众所尊敬的人。释迦牟尼佛把正法眼藏传给了摩诃迦摄尊者，又把自己搭的袈裟和所用的钵也给了迦摄尊者，以此代表佛法的根本所在之处。这就是衣钵真传。衣钵真传并不是指袈裟英器而言，当然是指唯传见性法的心传。只有悟佛之见的明心见性者才有资格接承衣钵。后来一些浅识之徒为了虚名，以助伎俩巧取师傅的衣钵法卷，标榜自己有法有德，实乃背离佛法甚远了。迦摄尊者接承衣钵，成为西天第一代祖师。他为了续佛慧命，使法水长流。
后来就以直指单传的形式，把正法眼藏和衣钵又传给了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是西天第2代祖师。法灯续言，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第27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后来般若多罗尊者又把正法眼藏和衣钵传给了菩提达摩大师，并对达摩大师说，我灭度之后60年，你要把此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东土震旦去，普利众生。后来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秉承般若多罗尊者的遗训，于梁武帝普通年间航海东来，到中国弘扬禅法，传佛心印。他先在中国的南海登岸，南海就是现在的广州。当时南海刺史萧昂对他热情的接待，并上表梁武帝。梁武帝一听印度来了一位高僧，特别的敬仰，立即派人把达摩大师请到宫中，请问法要。这梁武帝呀，非常的崇信佛教，他建造寺院，供养僧人，抄写大量经文。可是他只知道着相世修，追求人天福报，不知道离相妙修，求证智慧佛果。这就好比是将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换取一根糖吃，真是太可惜了。梁武帝见到达摩大师，迫不及待地请问法要。大师，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供养僧人，朕究竟有多大功德？达摩大师一听梁武帝不知道正法，他不是在求了脱生死之法，而是在追求人天福报，不求智慧，尽求福报。当即直言相告，陛下，您所做的这些事根本没有功德。梁武帝一愣啊，他本来是满腔热情的期望着印度高僧给他下个功德弦儿，哪成想啊，这印度高僧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你凭什么说朕无功德？陛下，这些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你所做的这些事，只是一点世俗间的小果报，谈不上真功德，未修智慧，不出轮回。那么依你之见，什么才算真功德？陛下，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它的本体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因为它绝对不是世间上的有为之法能够求得到的。梁武帝一听，心中不悦。那么朕再问你，如何是圣人所说第一义谛？空空荡荡，本来就没什么圣来，没什么谛。什么？没圣没谛？那对朕说法者又是谁呢？不认识。梁武帝一听，这达摩大师所说的跟自己心中所想所盼的丝毫不沾边儿，心的话，他连自己都不认识，算什么高僧啊？纯粹是个蒙人的老外。他当即下了逐客令。朕不懂你的话，来人送客。这梁武帝非常崇信佛教，现在还把达摩大师给撵出去了，要不然那还不得命金瓜武士把达摩大师给打出去呀？要知道，达摩大师所传的是最上乘的佛法，禅宗顿悟法门，那是接引即将起悟的大智慧者，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他的教学目标是了生死、断烦恼、证菩提，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了他的学生。所以达摩大师刚来中国，这最初的弘法第一堂课就没成功，让梁武帝给撵出去了。梁武帝在当时是佛教界最大的一位护法，他在江南以自己的愿望和国家的力量修建了400多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抄写大量经文，供养了许多的僧人，
可以说他对佛教做的贡献非常大。他认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善事，一定是功德无量。哪成想啊，达摩大师说他毫无功德，他急了。能不急吗？别说他不能接受，就现在的很多人也不能接受。心的话，那梁武帝做了那么多善事，达摩大师咋说他没功德呢？诸位，梁武帝所做的善事都是心有所求啊，他是有目的的去行善，希望将来得福报，这叫以有贪执善因善果的心去做的善事，将来必受三界人天善果的报应。这是属于人天的有漏福善，是福德，不是功德，跟修心正智无关呢。如果他要是以无所住之心去行善，以三轮体空的心去帮助别人，去利益他人，一无所住，那才是功德，才是智慧呀。所以说离相修福，那修福也是功德，若是着相起修，那就是福德，不是功德。功德是自性上的成功，不是心性外能够求你到的。梁武帝的所作所为修的全是福德福报，而且是非常大的福报。要讲修福报，我们谁都修不过他。可是他只知道修福报，他不知道修智慧，未修智慧不除轮回呀。尽管他福德修了不少，可是不能化生死为涅槃呢，以致死到临头说佛不灵，实际不是佛无灵，是他心性未明啊。所以必须要福德功德智慧均修具足，才能出离生死苦海，乃至成佛做主啊。要不咋说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你徒有外表啊。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没人供养。梁武帝执着有为，只知道着相在世上修，不知道离相在心性上下功夫。达摩大师说他没功德，他还不服气，几番问答都不能契合他的小鸡，他更糊涂了。这较大鸡小能不糊涂吗？就像呢讲课的老师水平要是太高，那个学生水平太低，这课程他没法讲。那大学教授给那幼儿园小孩讲微积分，那不讲哭了讲跑了，也得讲懵了讲睡着了。这小草他不能接受大雨呀。情投意合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梁武帝不能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居然下了逐客令。达摩大师见自己与梁武帝法缘不合，机缘不契，就决定离此北上。他走到江边之际，忽听身后人喊马嘶。达摩大师离宫门，只身丹阳往前奔，走到江边心头震，忽听得这人喊马嘶震耳轮。回头一看心潮过痕，顿时心中起疑云。但只见一队人马追得紧，马蹄繁花气烟尘，马上之人威风凛凛，个个勇武有精神。顶盔挂甲如临阵，好似天将下凡尘。尘土飞扬一临近，定是前来把案擒。我若被擒遭厄运，灾难弘法去度人。欲知达摩能否脱困，请您接招听下文。话说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不成，便离开金陵皇宫，只身单影来到江边，
忽听身后人喊马嘶，回头一看，尘土飞扬中有一队人马飞奔而来。怎么回事？是梁武帝派人来请他来了。原来达摩大师离开宫廷后，梁武帝就把自己跟达摩大师的对话告诉他的师傅智公禅师。智公禅师那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高僧，他听了梁武帝的叙述，大吃一惊。陛下，达摩大师的开示好极了，他定是佛菩萨成愿再来传佛心印，您怎么把这样的高僧给撵走了？您可真是对面不识观世音，这不是太可惜了吗？梁武帝一听啊，追悔莫及，恨不得立时把达摩大师请到宫中供养，晨昏礼拜。他当即下令，派镇殿大将军彭文海带着大队人马前去恭请达摩大师。你说这梁武帝求法心切，他都忘了礼节了。这请人哪有动用大队人马的？这大队人马这么奋起直追，哪像请高僧，这倒像抓逃犯。你说这种请法的谁受得了啊？要是一般人非下个好歹不可。可达摩大师毕竟不是一般人，不致被吓着，但也没有留下。不知他是对这种请法不能接受，还是他不想在梁武帝这样的小根人身上浪费时间，想去度化那些上根之人。我这凡夫难测圣意，我实在猜不出来达摩大师当时怎么想的。我只看见他当时表演了一个精妙的脱身之技，就在这大队人马临近之际，他一伸手，折下一只芦苇，唰置于江中，然后他身形一飘，犹如4两棉花相仿，轻轻的就飘到这根芦苇上。落脚之时，既无声息，又无浪花波痕，这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官兵们一看，哎呦，这印度和尚是人是神呐，他怎么能脚踏芦苇过江呢？哎呦，厉害，是不是做梦啊？有的人一摇摇手指头，还挺疼。哎，是真的。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达摩大师悠然渡江北上。那官兵的头目大将军彭文海一看，更是惊得目瞪口呆，突啦一下，那舌头吐出来挺长，亮个冰凉，好悬没缩不回去。心的话，哎呦，这印度和尚太厉害了，怪不得圣上要请他，感情这人真有两下子。可是他能过江，我们过不去啊，过去也追不上，追上也抓不着，这人神通广大，惹不起。没办法，赶紧回宫交旨去。彭文海将军一声令下，带着大队兵马回宫交旨去了。达摩大师这个精彩的表演，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的故事。诸位，这达摩大师不仅是传佛心印的一代祖师，更是一位绝世的武功高手。世间上无论多么著名的英雄豪杰，鼎鼎大名的剑客侠客，从来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功夫啊！多少习武之人都梦寐以求，想得到他的达摩老祖易筋经或者什么武功秘籍，练出绝世的武功，可他们没那智慧，悟不到这种境界呀。后代文人常以这一苇渡江的故事作为诗画的题材，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折尾江上客，西来东渡人，大义人人有，空走徒劳神。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不成，便折尾渡江，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深入禅定，常有禅心。正道菩提
群迷，千里迢迢离故地，来到东土甘露地，可惜武帝不弃生意，居然翻脸把他去，话不投机大失去，以为都将功夫起，少林寺内面绝壁，常有禅心祝愿兮，9年面壁横须记，传佛心印百世纪。少林寺至今还有达摩洞的遗址供人们参赏。有人曾赋诗来歌颂达摩的道业，说一苇渡长江，9年面绝壁，身轻若羽毛，心静横须记。也有人曾写过一副对联：一苇渡江何处去，9年面壁待来人。达摩大师来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静观，屏息祝愿。有一位叫神光的中国和尚，为向达摩大师寻求了生死的法门，竟冒着大雪在达摩闭关的洞外长跪不起，跪了3天3夜。纷纷不停的鹅毛大雪都已经没腰其胸了，可神光和尚还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达摩大师看了他一眼：你有何心愿，竟跪此不动？弟子想向大师请求了生死的法门，求大师传我佛法。诸佛为修无上悟道，不惜花费无限时间，佛法的奥妙岂是你这一点点的心意就能求得到的？弟子早讲生死，置之度外。那你就等着天下红雪之时再来求法吧。神光一听非常着急呀，这明明天下白雪，怎么能下红雪呢？也是他抚至心灵，突然心有所悟，唰的一下抽出戒刀，咔嚓一声砍断自己的左臂，唰，血流满地，把白雪染成了红雪。他扔了戒刀，抓起一把红雪递到达摩面前：祖师请看，天下红雪了。你说这人求法心多诚啊，砍掉一只胳膊他愣不嫌疼。据小道消息透露，说神光为向达摩大师求正法丢了一只胳膊是一种因果。说达摩大师刚来中国的时候，就赶上神光大师给人众生讲经说法，讲得天花乱坠，非常好，很受大家的恭敬。他以为自己修行层次很高，可以了生死了。可是达摩大师却当众指出他的不足，说他执着于经典文字，没悟自性，不能了生死。那神光一听就急了，当时摘下铁念珠，唰的一下把达摩大师的门牙给打掉俩。你说这人脾气多大，都当和尚他还打人。
人达摩大师没跟他一般见识，没亮功夫走了。后来呀，通过实践验证，神光和尚觉得自己真没开悟，没了生死。他后悔呀，后悔当时为什么错过机会，没跟着达摩大师学正法呢？他这才千辛万苦找到少林寺，向达摩大师求了生死的法门。为表示诚心和忏悔心，他竟砍断自己的左臂。这只是小道消息，没有可靠的证据，信不信由你。你要问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没在场，我根本就没看着。您要真想弄明白，我建议您问问达摩大师本人。那过去交通那么不方便，他都能来。现在这高科技时代，飞机火箭贼拉快，那不说来就来吗？单说神光和尚断臂求法的精神感动了达摩大师，自己总算没白来震旦。震旦呢，是古印度人称中国。达摩大师心想，自己总算没白来震旦，还真遇到这真心求法之人了。于是他就传给神光以心印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谁知啊，神光仍然有分别心，说自己断臂很疼，心也很烦，求达摩大师给他安心。达摩大师让他把心拿来给他安。可是神光怎么也找不到自己那颗不安的心呢？几番问答都能契合神光的根基，使神光顿然忘身，清明地觉知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叫见性开悟了。达摩大师很高兴，很欣赏他，就收他为弟子，并给他取法名叫慧可，意思是智慧还可以。后来又把正法眼藏和衣钵传给了慧可，还把自己在印度带来的一部4卷本的楞伽经也给了慧可。同时啊，还说了一首偈语，说无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5叶，结果自然成。达摩大师把佛教禅宗从印度传到了中国，被称为是中国禅宗的第1代开山祖师。他在中国以祖师禅教化众生，也就是不立语言文字，让人直悟佛陀所悟的境界。他这叫教外别传，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来有人曾作记来叙述他传法特点，说的是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若要纸上求佛法，比肩站杆洞庭湖。开发心智是正路，茫茫外求终糊涂。泥佛不能将水渡，金佛永远不渡路。学佛贵在自觉自悟，明心见性才是真途。由于达摩大师的教外别传是不依经书和文字语言，让人直悟佛陀所悟的境界，所以人们常说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若要纸上求佛法，比肩站杆洞庭湖。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
要知道，经是佛语，禅是佛意呀。早在达摩大师之前，就有大量的禅学传入中国，但那些都是循序渐进的修法。达摩大师传来的禅宗，是接引即将体悟的大智慧者。他把衣钵和正法眼藏传给了慧可大师，慧可大师便成为中国禅宗第2代祖师。后来慧可大师又把衣钵和正法眼藏传给了3祖僧璨，僧璨又传给了4祖道信，道信又传给了5祖弘忍大师。这位弘忍大师乃少年出家，智慧天成，聪颖善悟。他曾30年不离4祖道信左右，尽得道信禅学思想的精华。后来他在冯茂山上建寺安住，继承和发扬道信的禅学思想。他高速法传，大振宗风。因为他住的冯茂山是在4祖道信住的双峰山东，又被称为东山，他的禅学思想也被时人称为东山法门。事实上，东山法门是以道信的禅学为基础，包括了道信、弘忍2代禅师的禅学思想，在当时是颇具影响。这位达摩西来直传的禅门5祖弘忍大师更是颇负盛名。他在黄梅东山弘宗演教，独步天下，启迷解惑，度人无数，可谓德音远播，名震刹林。可以说，他当时是佛教界智慧最高、地位最显赫、最受人尊崇的和尚。每天前来求法问道的人都络绎不绝，慧能千里迢迢至此，就是要拜见5祖，求证心法。话说慧能为尽快见到他这1个多月来朝思暮想的禅门5祖弘忍大师，真是一心忙似箭，2脚快如飞。于下午5尾未出之时，也就是现在的下午1点钟左右，便来到了东山下，放眼一望，顿觉心旷神怡。好一处佛光宝地，黄梅东山，山有威灵有姿，气度不凡。往左看山套山，重重不断；往右看岭接岭，层层相连。往上看万仞险峰，冲霄寒；往下看瀑布飞垂，百尺连。向阳坡松柏艳阳，大寺院；陡崖下依山傍石，修身安。山岭间庙宇殿堂望不断，烧香人拜佛求神来往传。石梯路一层层左右弯转，小和尚担水挑柴上下盘旋。山坡下奇花异草交友言，山腰里修筑繁茂月上船。山涧里潭潭池水波光闪，恍惚有老龙晒甲卧沙滩。山溪中流水潺潺歌不断，一旁边四间老翁吹钓竿。南山上猛虎窜山有条件，北山上这狡兔没路戏后园，左山上风吹草动蛇蟒现，右山上这凤凰展翅百鸟旋。飘飘然山风吹来，云片
轻悠悠这几缕青烟生云端，峭壁上神仙动，怪石遮眼，云深处大茅庵，清静悠闲，一线露似飘带，若隐若现，真个是佛山圣境气象万千。这座东山，山势奇妙，回环相互，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挨岭，岭岭相连，云蒙蒙，雾漫漫，怪石点点，风嗖嗖，烟渺渺，苍松片片。林中鸟雀啾啾，山间泉水潺潺，真是风水胜境，气象万千。慧能眼望东山佳景，美不胜收，赞不绝口。他跨桥过河，绕山穿林，几度峰回路转，便望见那高大的山门。诸位，我说这山门可不是指高山大山的门，而是指寺院的门。这门的命名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乱叫的。要是仔细研究起来，那得有20多种啊。比如自己家房屋的门，引申为一个家族，叫家门；有钱人家的门叫豪门或朱门；穷苦人家的门叫柴门或寒门。我国古代儒家的弟子叫孔门，初步掌握某种专业知识技能，那叫入门。所作所为方法优异，叫窍门或法门；所作所为方法不正，那叫歪门或邪门。十分吸引人的事物叫做热门，不被人注意或者不实行的事物叫做冷门。不会见客人有谢客之意叫闭门，会见客人有迎客之心叫开门。不管别人是否愿意，硬要进门，那叫破门。有事求上门来叫登门，上门虚心请教求助那叫拜门。考试高中发了金榜叫登龙门。房屋的前门或正门叫大门，比喻一些不正之风叫后门。各种各色的花样叫五花八门。有权有势的人家叫权门，比喻十分内行，那叫班门。佛教的门叫空门，寺院的门才叫山门。因为寺院古的时候多建在山上，于山的入口处立门，叫做山门。另外，寺院门的形状是中间一个大高门，两边各一个小门，类似山形。也有称三门的，不仅因为它有3个门而命名，也寓佛法僧三宝。慧能望见了东山寺高大的山门，心情无比激动，脚下加劲儿，转眼登上了108层青石罗汉台阶，来到这山门前。举目一看，高大的山门两旁书着醒目的大字。慧能因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多看。实际那是一副山门对儿，写的是出世非离世，入尘不染尘。门楼高大，苍松古柏掩样，一对石狮子雄踞门两旁。这东山寺的建筑规模非常的宏大。慧能一看这威武庄严的寺院，心情无比激动，迈步就走进了寺院。这个时候就听见寺内钟鼓齐鸣。慧能不知怎么回事极目远望，见许多出家的僧人都朝前面左侧的一排大房舍走去。其实那里是东山寺的法堂，是五祖大师给众僧讲经说法的地方。每月的初一、15，五祖大师都要在这里为众僧讲经说法，回答众僧提出来的疑难问题。其他时间都是由五祖大师的高徒东山寺的上座僧人神秀师在这里为大家讲经的。慧能来到东山寺之时，正巧是五祖大师要为众僧讲经说法之际。慧能不知何故，心想这些人
全都奔一个地方走去，我也得去看看。他也就放步朝这里走来了。他一看众僧齐聚一室，心想五祖大师能不能也在这里？我得进去。如果五祖大师也在这里，我好寻机会向他顶礼参拜。慧能想到这儿，也悄悄走进法堂，靠墙角一坐，不言不语，静观动静。不大一会儿，就见10几个僧人簇拥着一个老僧，徐步朝这里走来。众僧一见，急忙起身参拜，参拜祖师，恭请祖师升座为我等说法。慧能一看，心中惊喜，知道这位老僧就是自己渴望拜见的五祖弘忍大师。慧能惊喜之际，五祖大师已然在众僧的礼拜称颂声中登上法座。慧能注目一看，心中惊喜。慧能他举目抬头细观望，他把那弘忍大师来打量，见祖师年逾古稀，精神爽，方面庞，大耳轮，满面红光，身披罩火红袈裟，雕发香，耳目炯炯有神，面露慈祥。他正襟端坐在法坛之上，真乃是俨然尊者不寻常这位法座上的弘忍大师年逾古稀，慈眉善目，红光满面，身披火红袈裟，眼含智慧之光，面露万般慈祥。法坛之上正襟端坐，真是俨然的尊者，有道的法师。慧能一看，惊喜无限，心想真是太巧了，自己刚来就遇到这位祖师升座说法了，我可得好好听老人家的开示。慧能正想着呢，就听五祖大师已然讲经开始。他为众僧讲解经文，回答众僧提出来的疑难问题。慧能坐着那儿悉心听受，有如甘露润心，佛光明性时有显露。心想五祖大师的开示真是太好了，这样的开示是令人茅塞顿开呀。我卢慧能能得遇这样的肉身活佛，听他指授开示，也不枉我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来此一遭。慧能正想着，就听五祖大师说道：众位比丘，今日讲法完毕，望你们回去务必用功修习。五祖说完，走下法座，有几个僧人陪同奔后室走去。慧能一看，心中着急了，心想五祖大师德高望重，众弟子前呼后拥，我若错过此时这个机会，再想拜见他可就难了。想至此，大喊一声：祖师留步！呵，他这一喊不要紧，法堂内的众僧吃了一惊啊！你想啊，五祖走了之后，他们才能走，人人都坐那静悄悄的不动弹。慧能这一喊，大家吃了一惊，心想谁这么大胆子，
竟敢在这法堂止境之地大呼小叫，真是不懂规矩。五祖大师听到喊声，已然停下脚步，簇拥他这几位僧人也跟着停了下来。慧能不顾一切地冲到五祖大师的身边，冲着五祖那头便拜：“弟子卢慧能千里而来，求祖师慈悲。”五祖大师一看，见卢慧能衣着破旧，服饰难移，蛮陋不堪，又满口的广东土话，心里很纳闷：你是何方人士？到此来拜，欲求何物？弟子乃岭南新州百姓，采樵为生，今来此礼拜大师，别无他求，只求作佛。五祖大师一听慧能开口说要做佛，吃了一惊啊，能不惊吗？佛是最具圆满真实的智慧，学都难，何况是做？自古以来，有几个人一发心就要做佛，不求别的？一般的人不是求学佛法，了解甚深教义，就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不就往生三善道。有的还求升官发财，平安无灾。很少有人像慧能这样的发心，这才是发大诚心，发无上菩提之心。要是没有这样的发心，这样的气概，怎么能少龙佛种，续佛慧命？这是教我们学佛求道要向最上乘着眼呐。五祖大师心说：哎呀，这个衣着不整的后生，年纪轻轻，口气不小啊！我先试试他的根气如何。想到这儿，冷冷说道：你是岭南人，一介葛僚也能做佛吗？诸位，这葛僚一词在隋唐的时候是用它称呼岭南那些少数未开化的、没有文化、被人瞧不起的蛮族名称，它含有贬义呀。五祖大师说慧能是葛僚，不配做佛，那是真不客气。但诸位，您可千万别误会，这绝不是五祖大师对慧能的讽刺和轻视，而是对他的测验考试，看他够不够做佛的资格。可慧能呢，不卑不亢，当即挺胸抬头回了五祖一句：祖师，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身与和尚身不同，你我佛性有何差别？这慧能考试通过了，答的是又快又精，能得满分啊。他说的是：人虽有南北之分，佛性本无南北之别。我葛僚的身与你和尚身不同，我的形体外貌跟你的形体外貌不一样，我和你长得不一样，也没你和尚地位尊贵，但是咱们俩的佛性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五祖大师一听，吃了一惊啊，心的话，此子已然自识佛性，心境平等，真是难得，不应小看。五祖大师想至此，把慧能仔仔细细打量一遍，见慧能虽因长途跋涉，面带倦容，衣着不整，可却是慧眉智眼，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五祖大师边看边心中惊喜，只见他眉头还未皱，善巧已然上心头。话说慧能刚到东山寺，就在法堂上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之词回答了五祖的测验考试，使五祖大师对他刮目相看。五祖大师对他这一注目，法堂内的众僧可能暗替慧能捏把汗，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五祖大师，看他如何发落慧能。
他们绝没想到，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竟敢跟他们一向敬畏如佛的祖师顶嘴，一个个都等着呢，看看五祖怎么发落慧能。谁知五祖大师听了慧能这番话，反倒由衷的欢喜起来。他虽然弘法多年，徒弟学生不少，可是像慧能这样有智慧、这样能发大心的学生，他没遇到过。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庄严非凡，真是人中龙凤。当老师的，谁不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他看到慧能那不卑不亢的神态，听到慧能那句句气理的答辩，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僧才吗？仿佛他乡遇到了故知。他本想再和慧能论说几句，可一看门下的徒众都在场，而且这些徒众当中有许多聪明智慧者，万一被他们听出端倪，必会招来某些人的嫉妒，给这位年轻人带来麻烦，恐怕会引起障碍。我说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家人不都是很慈善吗？怎么还会有障碍麻烦呢？诸位，出家人虽多，但追求的目的不等，不能排除有一些人身在丛林，心还在俗世，身随出家，心不入道啊。即便同为出家，但净化的程度也有高下不等，既有入圣流的高僧大德，也有善恶夹杂的成分，良莠不齐，形式不一，却是理所当然。故此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就像一片稻田里有几棵败草，那也是避免不了的。五祖大师自知他门下徒众净化的程度不等，咸愚不同，为了避免麻烦，竟看了慧能一眼。你这个葛僚，口齿倒很伶俐，可这学佛是心上功夫，岂在口舌之能？念你千里而来，暂且收容于你，快随着大众去做事吧，以苦行磨砺身心，多多培植福德。启和尚，弟子自心，长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不知和尚让我做什么事务，愿听常住分派。呵，这慧能啊，他倒不保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的老底儿给兜出来了。一般人的自心都是长生烦恼，有几个人自心能长生智慧啊？他可倒好，说出来了也不怕别人嫉妒他。五祖大师一听，一面替他担惊，一面心中暗喜，恨不得立时就把这位奇才智者剃度门下。可又一想，佛门有规矩，凡是要来寺院出家为僧的人，首先得在寺院里行几年苦行，等磨砺的心诚至坚，方可剃度。再者，他见慧能虽然慧根深厚，聪颖善悟，但他不知道藏锋隐锐，锋芒易露。如果不稍加警戒磨砺，任他纵唇逞舌，巧辩机宜，恐怕将来会惹起祸事。想到这儿，看了慧能一眼，你这个葛僚根性太钝，不要再多说了，赶快到草场干活去吧。五祖说完，命寺院里负责招待来宾的知客僧把慧能领到后院草场。一般来说，凡是要来佛门剃度出家为僧的人，首先必须得在寺院里行3年苦行。这3年苦行啊，就是磨练他的意志，培养一种吃苦的精神。培福消业嘛，你要是没有吃苦的精神，你就不能修行。就是世间人，你要没有吃苦的精神，也过不了好日子。五祖让慧能到草场去劳动，不仅仅限于此意，而且是更有深意。上上根人从下下处做起呀。
这知客僧把慧能领到后院草场，交给替寺院管杂物的一位姓王的行者。什么是行者？就是留住在寺院里带发修行的人，叫行者。那身份跟慧能差不多，只不过他比慧能来的时间早一些。知客僧把慧能不懂规矩，在法堂上冒犯五祖的事告诉了王行者。这个王行者早已发心出家，非常敬奉三宝，尤其对五祖大师更是敬仰之极呀。他一听慧能是因为得罪了五祖才派到这里干活的，这心就火了，心的话，你这个葛僚真是目中无人呐。那五祖是什么人呢？大法的传人，你对他没有恭敬心，那就是对法不恭敬。你对法不恭敬，还来学什么法呀？想到这儿啊，他立时就火了。哼，你这个葛僚蛮陋不堪，你想的倒挺美，不敬奉三宝还想出家呀？我告诉你，这出家当和尚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出家人本人天之师。这当和尚既要相貌庄严，又要心诚至坚。看看你破衣烂衫，蛮陋不堪，呆头呆脑，你哪有那善根因缘呢？也许你那样啊，这辈子都当不了和尚。快点好好干活，出3年苦力，干3年重活，把你那野性蛮性磨净了才行，否则你就别想剃度出家。王行者冲着慧能把眼瞪，叫声葛僚你听清，学佛不把祖师经，学到啥时白打工。其实灭祖罪孽重，马上赎罪去立功。马棚天天要扫净，劈柴舂米不能停，舂米要工全私用，藏奸偷懒可不中，劈柴不准拿轻多重，劈不整齐可不行。倘若你再敢撒野性，我可对你不留情。这王行者挺能欺声啊，听他这意思，这还算是留情了。五祖大师让慧能到草场劳动，一是想藏锋隐锐不被人知，二是想让慧能苦劳身心，完善他的心性，增益其所不能也。三呢，是想让慧能为大众服务，为自己修福，这叫真参实究，福慧双修。想叫慧能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偏偏这王行者误会慧能，对慧能是心生反感，故意刁难，让慧能每天都要劈柴除粪舂米。你想啊，那一天要劈除全寺当日的烧柴，清扫净偌大的马棚，还要踏对舂米。虽然慧能在家的时候每天也要采樵授薪，也很辛苦，但毕竟是力所能及。可是现在他要承担起这么多的繁重劳动，可真是够他呛啊。尤其这踏对舂米是特别的辛苦，过去不像现在有各种打米磨面粉的机器，过去都是用木石制成的简单的捣米器具。尤其这舂米队，那是一种借助全身的重力，用脚不断踏动，使谷类掉皮成米的器具，特别的消耗体力。慧能每天起早贪晚，使出12分的力气，才勉强的把这些任务给完成了。这一天，慧能又在众僧没起之前早早起床，来到了柴房。他刚想劈柴，突然五祖大师出现在他的面前。慧能一阵惊喜：“师父，您起得很早。”卢慧能，你醒得也不晚呐。我见你很有慧根，悟性极强，见地可用，
恐怕你会招来别人的嫉妒，受到伤害，所以才不和你接触，不与你交谈。你明白吗？”弟子明白，弟子也因此不去亲近师父，但弟子心中有疑，求师父开示。有疑诉说，我为你破解。是，师父，何为无生法忍之究竟？无生法忍，无法可忍，破除了我执法执，归向中道，不退转境界，非善非恶，无念无所不念。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参透出关重关2个关口。如果你能体悟到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你就已经通过第3关牢关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心中自性彰显，你就是佛，佛就是你。多谢师父开示。卢慧能，劳作苦役也是你的功德，你要好自为之。一个人能行常人所不能行，受常人所不能受，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才能立志明心；修常人所不能修，才能有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为佛门做龙象，先为众生做马牛。你劈柴吧，我走了。五祖大师说完，趁着众人还没起床之时，转身离去。慧能每天仍是勤苦劳作，他本来就生得身材瘦条，在这超负荷的繁重劳动下，竟被累得骨瘦如柴呀。为了增加体重，加大踏对的力度，他在腰上拴了一块大石头。虽然很辛苦，可他不觉得辛苦，每天仍是任劳任怨。1个多月之后，慧能发现有人在暗中帮他劈柴除粪。无论自己起得怎么早，这柴火都被人劈得整整齐齐，马棚都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慧能心想，这个替自己干活的人绝对不是寺院里派来的，要是寺院中派的，他会在大天白日公开来干，何必在黑灯瞎火的晚上偷着做呢？我得留心观察，看看是何人所为。是何人为我减轻负担？我必须留心，暗中查看，也好当面止血，将他拦。想至此，早起将近，凌晨1点。只可惜还是落在那人后边，起早遇不上，只好贪玩。真情结一团，当值3更还是没碰见，无奈收起工具回房间。
慧能起多大早，贪多大晚，始终等不着替他干活这个人出现。慧能工作劳累，也不能整宿的等。这一天呢，慧能等到夜半3更了，还不见这个人出现。慧能知道这个人是有意的躲着自己，心想：我把干活的工具都拿走，他就没法干了。想到这儿，慧能把拉柴的锯、劈柴的斧子都拿到自己的房间回去休息，只休息了半个多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东山寺的执事僧人就叫板起床，众人各自起床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慧能起床，提着斧子和锯就来到了柴房。来到这柴房一看，当时就愣了，这里边又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劈柴呀。慧能心想，半个时辰前这里边还没有呢，这个人一定是在自己离开这半个时辰内把这些柴火劈出来的，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可这里没有斧子锯，他怎么干的活呢？慧能想至此，点上蜡烛，仔细一看，看着地上既没有锯拉原木掉下来的锯末，又没有斧子劈柴掉下的碎柴片。慧能心想，奇了，他不以斧锯做工具，是怎么把这原木截成段劈成柴的？难道他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竟能平掌断木，立掌劈柴？真是太神奇了！不说这速度惊人，就这劈柴的方法也太神奇了。你看看这一块块的劈柴，大小长短非常的匀称，摆到那里整整齐齐的，屋中没有锯末子，没有碎柴片，干干净净的。慧能觉得太神奇了，到底是何人如此的神通广大？